人类文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大约不过6000年，把这6000年放在宇宙的尺度里，就像把一滴水放进汪洋大海，大海甚至不会察觉它的存在。而宇宙的年龄是138亿年，这个数字大到我们的大脑几乎无法真正理解它。我们这群在宇宙角落里，在尘埃般渺小的行星上，用碳基身体和神经网络武装起来的生灵，居然花了几百年的时间，用望远镜和数学公式窥见了万亿年之后的未来图景。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宇宙通过人类的思想，开始预演自己终结的模样。接下来，你将搭乘一艘名为“睡与深空”的时光机，从现在出发，穿越15亿年的光阴，途经50亿年的恒星演化，穿过1000亿年的宇宙膨胀，最终抵达那遥远的连光都无法逃脱的黑暗尽头。当我们真正理解了时间尽头的样子，我们才会明白，此刻呼吸的每一口空气，感受的每一次心跳，看到的每一缕阳光，是多么珍贵，多么不可思议。让我们开始吧。想象一下，此刻正照耀着你的阳光已经燃烧了46亿年，它就像一位忠诚的老朋友，从不迟到，从不缺席。但你不知道的是，这位老朋友正在悄悄发生变化，它正在变胖、变亮、变热。太阳的核心就像一个巨大的压力锅，那里的温度高达1500万度，压力是地球表面大气压的2500亿倍。在这个极端的环境里，氢原子核被死死地压在一起，融合成氦原子核，释放出巨大的能量。这就是核聚变，太阳生命的源泉。但问题在于，太阳核心的氢燃料并不是无限的，大约每10亿年，太阳核心大约10%的氢会被消耗殆尽。听起来不多，但积少成多。随着氦的积累，核心会收缩，温度上升，而外壳则会被推向外围，膨胀变大。科学家们计算出了一个冷酷的数字，每10亿年，太阳的亮度会增加大约10%。这意味着，在15亿年后，太阳的亮度将比现在高出15%到20%。这听起来或许不算什么，但对于地球来说，这却是灭顶之灾。地球的平均温度是由太阳辐射能量和地球自身散热之间的平衡决定的。当太阳亮度增加20%，热力学告诉我们，地球的平衡温度将上升到一个危险的临界点。那时候，如今郁郁葱葱的热带雨林将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片荒芜。但有趣的是，在这场灾难降临之前，距离太阳更远的火星反而会迎来它短暂而珍贵的春天。我们知道，一颗行星是否宜居取决于它与恒星之间的距离，这就是著名的宜居带概念。宜居带是一条狭窄的环带，在这条环带上，液态水可以稳定存在于行星表面。太靠近恒星，水会被蒸发；太远离恒星，水会被冻结。随着太阳越来越亮，宜居带会向外推移，就像冬天里，你房间里的暖气片附近是温暖的，但离暖气片更远的角落依然冰冷。突然，暖气片的功率增强了，温暖的范围扩大了。原来冰冷的角落开始变得舒适。火星就是那个原本寒冷的角落。当太阳亮度增加，火星表面的温度会逐渐上升，
它那薄薄的大气层中封存的二氧化碳会开始升华，从固体直接变成气体。二氧化碳是一种温室气体，它会像一层厚厚的棉被裹住火星，进一步提升温度。科学家们推测，在大约20亿年后，火星的气候可能变得类似于地球的冰河时期，寒冷，但并非完全不适合生命。这是火星最美好的时代，也是它最后的黄金岁月。然而，这趟升温之旅注定不会停歇。在15亿年后，太阳的光度已经比现在高出了10%到15%，地球的海洋开始剧烈蒸发。但火星的命运在那时还仅仅是开始。不过，让我们把目光从太阳系移开，来看一个更加令人心悸的变化。那个每晚悬挂在天空的银白色圆盘正在悄悄远离我们。月球的轨道正在以每年大约3.8厘米的速度远离地球。这个数字太小了，小到我们几乎无法感知。但把它放在15亿年的时间尺度上，它将累积成为一个惊人的距离。15亿年后，月球将比现在远上大约57万公里。57万公里是什么概念？地月之间的平均距离现在是38万公里，届时将翻上1倍半。月球将离我们如此之远，以至于从地球上看去，它将变得比我们今天看到的太阳还要小。但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月球不仅仅是夜空中的一道风景，它还是地球的陀螺仪，是维持地球自转轴稳定的关键力量。地球的自转轴并不是垂直于公转轨道的，而是倾斜了23.5度。正是这个倾斜产生了四季更迭，也正是这个倾斜保持稳定，地球的气候才能在漫长的地质时期内相对可预测。这种稳定性有一个拗口的名字——米兰科维奇循环，它指的是地球自转轴倾角和轨道偏心率的周期性变化。在月球引力的帮助下，这些变化被限制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倾角变化不超过2度。但当月球逐渐远去，这个陀螺仪的效应将越来越弱，地球的自转轴将开始摇摆，像一个失去控制的旋转陀螺，一会朝向太阳，一会背离太阳。这种摇摆会带来什么？试想一下，当地球的北极突然不再指向现在的位置，而是朝向太阳，那时候北极地区将经历长达数月的极昼，温度急剧上升，而南极则陷入漫长的极夜，温度骤降。全球气候系统将被彻底打乱，季风改变路径，洋流停止运转，冰川快速融化又快速冻结。这不是电影里的末日场景，而是15亿年后地球真实可能经历的命运。但这个过程不会在15亿年内完成，它可能需要更长时间，也许是20亿年，也许是30亿年。在那个遥远的时代，如果还有人类的后代，他们或许会建造起巨大的引擎，推着月球慢慢回归，或者早已离开这颗蓝色星球，在宇宙的其他角落继续生存。而此刻的我们还能安稳地躺在月光下，感受它温柔的清辉。如果失去月球，地球还能勉强挣扎，那么接下来要说的这场灾难将彻底剥夺地球最后的屏障。1997年，一艘名叫火星全球勘测者的飞船抵达火星，
开始向地球传回这颗红色星球的数据。其中一张照片让所有看到它的科学家沉默了许久。照片上，火星的大气层薄得像一层轻纱，那里曾经有海洋，有河流，有狂风暴雨，但现在它只有一层稀薄的二氧化碳，大气压只有地球海平面气压的0.6%。是什么夺走了火星的大海和大气的？答案是太阳。太阳不只是在发光发热，它还在吹出一种看不见的风——太阳风。这是一股高速喷出的带电粒子流，速度可以达到每秒700公里。它们从太阳表面喷涌而出，向整个太阳系蔓延。太阳风本身并不可怕，它主要由氢和氦的原子核组成，就像空气一样稀薄。但可怕的是它携带的能量。当这些高能粒子撞击行星的大气层，它们会像弹弓一样，把大气中的气体分子一个一个地弹射出去。火星没有磁场，或者说它曾经的磁场已经消失了。地球之所以能保护自己的大气层和海洋，是因为地球有一个强大的磁场。这个磁场延伸到大地上方数万公里的高空，形成了一个看不见的防护罩。太阳风在接近地球时会被这个磁场偏转，绕过地球继续飞行。只有极少数粒子能沿着磁场线滑入地球的极地地区，形成美丽的极光。但这个保护伞并不是永恒的。让我们来认识一下地球磁场的真正来源。它藏在地表以下3000公里深处，那里是地球的外核。外核的温度大约有4000到5000摄氏度，这个温度足以让铁和镍融化成液态。但更关键的是，这层液态金属并不是静止不动的。地球自转产生的科里奥里力会让这些液态金属形成对流，就像烧开的水在锅里翻滚，而这些流动的导电流体就相当于一个巨大的发电机，物理学家称之为发电机效应。这个发电机日夜不停地运转，产生了地球的磁场，磁场又反过来保护了大气层，让液态水得以存在于地表。这一切都建立在一个微妙的平衡之上。地球核心必须是炽热的，液态金属必须流动，地球必须自转。但问题在于，地球核心正在冷却，这种冷却是缓慢的，但不可逆转。地球内部的热量，一部分来自形成之初的残余热量，一部分来自放射性元素衰变产生的能量。随着时间推移，这些热源会逐渐枯竭，外核的液态金属开始慢慢凝固，附着在内核表面，就像冬天湖面上结起的冰层。这个过程已经持续了40多亿年，而且还将继续下去。科学家们估计，大约在23亿年后，地球外核将完全凝固，届时液态金属的对流将停止，发电机效应将消失，地球磁场将急剧减弱，那将是一个无声的灾难的开始。失去磁场保护后，太阳风开始肆无忌惮地剥离地球的大气层。这个过程不会像火星那样快速，火星只花了几亿年就失去了自己的大气层，因为它的核心早已冷却，磁场早已消失。但对于地球来说，失去磁场的初期，大气层依然存在。太阳风的剥离将是一个缓慢而持久的过程。高能粒子撞击大气中的气体分子，
把它们加速到可以逃脱地球引力的速度。氧、氮、氢，这些构成大气和海洋的元素，一个接一个地逃离地球，飞向太空。海洋会首先消失，液态水被分解成氢和氧，氢气因为最轻，最先逃逸到太空。几十亿年后，地球将变成一颗干燥的星球，表面覆盖着红色的沙漠。但这还没有结束，即使是组成地壳的岩石，也会在失去保护后，慢慢被太阳风剥离。地球的质量会逐渐减小，但更关键的是，它将失去最后的屏障，变成一颗千疮百孔的荒漠。那个曾经蔚蓝的家园，将在23亿年后的某一天，变成另一个火星。28亿年，海洋的最后一滴水，在那一天消失了。但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事实上，最可怕的部分才刚刚开始。让我们把时间快进到35亿年后，那时候的地球早已没有了海洋，没有了蓝天，只剩下一个干燥的、灰暗的岩石球。但太阳的光度已经比现在高出了40%左右，大气层的成分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二氧化碳被岩石吸收了大量，但水蒸气开始占据主导地位。水蒸气是一种比二氧化碳强得多的温室气体。在如今的地球上，温室效应让我们的平均温度维持在15摄氏度左右。没有温室效应，地球的平均温度将是-18度，那是一片永久的冰封世界。但当温室效应过强的时候，事情就会走向另一个极端。金星告诉我们了什么是失控的温室效应。金星的表面温度高达465摄氏度，足以让铅融化。它的表面大气压是地球的90倍，而且大气中充满了二氧化碳和硫酸云。金星曾经可能也有海洋，但在太阳的炙烤下，海洋中的水全部蒸发成了大气中的水蒸气。水蒸气本身又是强温室气体，进一步加剧了升温。更多的水蒸气，更强的温室效应，更多的水蒸发，这是一个无法停止的正反馈循环。最终，金星的海洋完全消失了，所有的水都进入了大气层，然后在大气上层被太阳紫外线分解成氢和氧，氢逃逸到太空，氧则与岩石反应，被锁定在地壳里。地球正在重走金星的老路。大约在35亿年后，当太阳的光度增加了大约40%，地球的海洋将再次沸腾。但这一次，它不会像今天的地球那样有海洋、有陆地、有云彩和雨，取而代之的是一层厚厚的水蒸气大气，笼罩在滚烫的地表之上。科学家们计算，那时候地球的表面温度将达到惊人的113摄氏度。在这个温度下，即使是最顽强的细菌也无法存活，地球彻底死亡了。但太阳系的边缘此刻正在上演一场壮丽而悲伤的谢幕。海卫一是海王星最大的卫星，在旅行者2号探测器1989年飞掠海王星时，它传回的照片让所有人惊叹。海卫一的表面有间歇泉，喷出氮气喷泉，高达8公里。这是一个寒冷的世界，表面温度是-235摄氏度，被一层冻结的氮气覆盖着。但海卫一的命运早已注定，它围绕海王星的公转方向
与海王星的自转方向相反，这意味着它是被海王星捕获的外来者，而不是在海王星身边土生土长的。在漫长的引力作用下，海卫一的轨道正在缓慢衰减，它正在一步步坠向海王星。大约36亿年后，海卫一将越过海王星的洛希极限。洛希极限是一个令人恐惧的物理概念，它指的是一个天体能够保持完整，不被另一个天体的引力撕碎的最大距离。任何一个穿过洛希极限的卫星都会被宿主行星的引力撕成碎片。当海卫一越过洛希极限时，它将开始解体。想象一下，坚硬的岩石和冰层在海王星引力的拉扯下开始出现裂缝，裂缝越来越大，碎片越来越多。这颗直径2700公里的卫星将被撕裂成一个壮丽的环带，围绕着海王星。土星的光环，我们知道它们是多么美丽，但海卫一碎片形成的光环将更加壮观，因为这些碎片来自一颗真正的卫星，而不是小行星或彗星的残骸。这是海卫一的最后舞蹈，也是太阳系最壮丽的谢幕之一。在那个遥远的未来，如果我们还能站在太阳系的边缘观看这场宇宙级的烟火，那将是多么复杂的一种心情。悲伤，因为一个世界的终结；敬畏，因为宇宙中还存在如此宏大的力量；而也许还有一丝庆幸，因为在那场灾难降临之前，我们曾经拥有过整个宇宙。让我们把目光从太阳系内部移开，飞向更远的深空，去看看银河系的命运。此刻，在距离银河系250万光年的地方，一个巨大的漩涡状星系正在高速向银河系飞来。它的直径是银河系的1.5倍，拥有的恒星数量是银河系的2倍。这就是仙女座星系 M31， 宇宙中距离银河系最近的大型星系。它正在靠近我们。天文学家已经精确计算了仙女座的运动轨迹，它正以每秒120公里的速度向银河系飞来。这个速度是惊人的，它意味着在大约40亿年后，仙女座和银河系将迎面相撞，等等银河系和仙女座星系相撞。你可能会想象，两支舰队猛烈对撞，恒星四处飞散，行星被撞出轨道，碰撞产生的冲击波点燃整个宇宙。但实际上，星系碰撞远没有那么惨烈。原因很简单，宇宙太空了。银河系拥有大约1000亿颗恒星，但它的直径超过10万光年。这意味着，平均下来，每2颗恒星之间的距离是好几光年。在这么大的空间里，恒星就像漂浮在沙漠中的2粒沙子，几乎不可能直接撞在一起。当2个星系穿过彼此时，它们内部的恒星和行星系统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会安然无恙。当然，引力的相互作用可能会改变一些恒星的轨道，把一些倒霉的恒星弹出星系，甚至把一些行星从它们的母恒星身边夺走。但对于大多数恒星来说，这场碰撞更像是2群蜜蜂相互穿过，混乱但并不致命。真正壮观的是碰撞过程中的视觉盛宴。40亿年后，当仙女座星系逐渐靠近，它在我们夜空中的大小将越来越大，从一个模糊的光斑
逐渐变成一个占据半个天空的巨型结构。但这不是碰撞最戏剧性的阶段。当两个星系的核心开始交错时，引力的相互作用将把两个星系的悬臂撕扯得面目全非。银河系的悬臂会被仙女座的引力拉长、扭曲，形成壮丽的潮汐尾。然后是两个核心的靠近、融合，激发出新一轮的恒星，形成浪潮。无数气体云被压缩，无数新的恒星诞生，照亮这场宇宙级的烟花表演。最终，大约在60亿年后，银河系和仙女座星系将合并成一个巨大的椭圆星系。科学家们给它起了一个名字——银河仙女星系，简称 Milkomeda。在那个时代，如果有智慧生命存在，他们看到的夜空将完全不同。他们看不到银河，因为银河系已经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更大、更亮的核球，占据着天空的中央。他们看不到仙女座，因为仙女座已经和银河系融为一体。他们眼中的星空将变得更加明亮，也更加拥挤。但在这场合并之后，宇宙中将再没有其他星系可见，其他的一切都在引力相互作用中被推向了更远的地方，因宇宙膨胀而加速远离。这是后话，让我们先专注于眼前的故事。50亿年后，太阳核心的氢燃料终于耗尽了，这是一个质变时刻。让我们来理解太阳核心正在发生什么。太阳的核心是一个核聚变反应炉，氢原子核在这里被压在一起，融合成氦原子核，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但当核心的氢全部变成了氦，聚变反应就会停止，核心失去了抵抗引力的能量来源，开始坍缩。坍缩的核心温度急剧上升，直到达到一个新的临界点，氦也可以开始聚变了。这个时刻叫做氦闪。在极短的时间内，可能只有几分钟，太阳核心的氦会突然开始剧烈燃烧，将巨大的能量释放出来。这种能量爆发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在那个瞬间，太阳的亮度会突然增加数千倍。但这只是开始。氦聚变的效率比氢聚变低得多，而且产生的能量也不足以平衡引力，核心继续坍缩。同时，外层的氢壳层被推向外围，开始了自己的聚变燃烧。太阳的外壳就像一个被吹大的气球，直径急剧膨胀。科学家们计算，在大约79亿年后，太阳的直径将是现在的256倍。256倍，这意味着，如果把那时候的太阳放在现在太阳的位置，它的边缘将越过地球的轨道，水星和金星将被太阳直接吞噬。水星消失得毫无悬念，这颗距离太阳最近的小行星世界将在太阳膨胀的第一波浪潮中被吞噬，化为太阳炽热大气层中的一部分。金星也许会有短暂的挣扎。当太阳的外壳逐渐逼近时，金星表面温度将急剧飙升，大气层会被太阳风吹散，岩石会蒸发，但这挣扎不会持续太久。金星将步水星的后尘成为太阳的一部分。地球呢？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太阳在膨胀的同时，也在失去质量。大量的气体被吹向外层空间，消散到宇宙中。这意味着太阳对地球的引力在减弱，地球的轨道
应该在向外移动。但同时，太阳膨胀的外壳产生的巨大引力也会对地球产生潮汐效应，试图把地球拉向自己。这两种力量的博弈决定了地球的命运。科学家们有不同的预测，一种可能性是，地球在太阳吞噬它之前就被潮汐力撕碎了；另一种可能是，地球恰好被推到更远的轨道上，躲过被吞噬的命运，但代价是变成一颗被太阳烘烤的几乎没有大气的干枯岩石。无论哪种结局都谈不上美好。让我们暂时离开地球，去看看另一个即将发生悲剧的地方——月球的命运。前面说过，月球正在远离地球，但在太阳膨胀的晚期，潮汐力将开始逆转。当太阳的外壳延伸到足够近的地方，它对月球和地球的引力差异将产生巨大的潮汐力，这个力量足以把月球撕裂。大约75亿年后，月球将越过地球的洛希极限，就像海卫一被海王星撕裂一样，月球也将被地球撕裂。但这一次，碎片不会飞散到宇宙中，它们会形成一个壮丽的光环，围绕着地球。是的，地球也将拥有自己的土星环，那是月球最后的遗产，是它留给地球的最后礼物。在那个遥远的、炎热的未来，地球的夜空中将不再有月亮，取而代之的是一道横跨天空的、由月球碎片组成的银色光环。这或许是人类历史上最奇异的风景。太阳系正在走向终结，但太阳系最遥远的角落，此刻正在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变化。土卫六泰坦星是我们太阳系中最神秘的天体之一，它被一层橙黄色的迷雾笼罩着，那是含有甲烷和氨气的大气层。在它冰冷的表面，有液态甲烷和乙烷形成的湖泊和海洋，类似于数十亿年前的地球。当旅行者1号飞掠土星时，他发现泰坦星的大气层比地球还要浓密，这让所有人都惊讶不已。在正常的未来图景中，土卫六永远不可能变得温暖，它距离太阳太远了，表面温度只有-179摄氏度。但当太阳膨胀时，一切都变了。大约80亿年后，太阳的半径扩大到原来的200多倍，表面温度下降到大约3000摄氏度。虽然这听起来依然很热，但相比现在，它的辐射光谱已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更多的能量出现在红外波段，而这恰恰是土卫6大气层中甲烷和氮气最容易吸收的波段。土卫六将开始升温，这个升温是缓慢的，但也是不可阻挡的。甲烷湖泊开始蒸发，氨冰开始融化成氨水，而最关键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土卫六的内部可能会出现一个液态水层，在融化的氨水层之下，可能存在一个由液态水构成的夹心层。这意味着，在太阳系走向灭亡的晚期，土卫六可能短暂地成为一颗拥有液态水海洋的星球。这是多么讽刺的一幅画面！当地球早已变成炼狱，当火星早已失去一切可能承载生命的环境，在太阳系的边缘，一颗曾经永恒冰封的卫星，却迎来了它最温暖的时刻。但这温暖是短暂的，当太阳继续膨胀，它的外层大气将继续向外扩散，土星系统的温度将继续飙升。
土卫六的表面将变得过于炎热，甲烷海洋将完全蒸发。最终，当太阳变成白矮星后，土卫六也会慢慢冷却，重新回到永恒的冰封世界。让我们再回到太阳系的内环，看看太阳核心正在发生什么。当太阳的外壳被逐渐吹散，它的质量将减少大约一半。太阳风把外层的气体推向太空，形成一个逐渐膨胀的气体壳。这个壳层被中心残余的白矮星核心照亮，发出柔和而绚丽的荧光。这就是行星状星云。猎户座的 M57 是一个著名的行星状星云，在望远镜中，它看起来像一个微弱的椭圆环，中央有一颗暗淡的恒星。但在那个遥远未来的地球上，太阳的行星状星云将占据1/4的天空，最终外壳气体将完全消散，只剩下太阳的核心，一颗白矮星。白矮星密度极高，一茶匙的白矮星物质重量可以超过1吨，但它的体积却很小，大约和地球相当。这意味着整个太阳的质量被压缩在地球大小的空间里。它的表面温度还有10万摄氏度，但半径已经缩小到原来的1%。它不再通过核聚变产生能量，只是依靠残余的热量缓慢冷却。对于围绕它旋转的残余行星来说，这是真正的冬天。太阳系失去了它的恒星，在那个瞬间，整个太阳系从春天跌入了永恒的冬天。没有阳光，没有热量，没有光明。地球，如果它还存在的话，将陷入一片永恒的黑暗中。那些曾经环绕太阳的行星将在黑暗中继续运动，只是再也不会被照亮。它们将成为冰封的孤魂，在空旷的太阳系中流浪。而土卫六，那个曾经短暂拥有过温暖时光的卫星，也将再次陷入沉寂。它的大气层可能会冻结，坠落在冰冷的表面上，覆盖整个世界。这就是太阳系末日的图景。时间继续流逝，100亿年过去了。从某个遥远的观察者的角度来看，宇宙正在发生一场静悄悄的革命。我们必须理解暗能量这个概念，这是一种让宇宙学家夜不能寐的神秘力量。20世纪末年，天文学家发现，宇宙不仅在膨胀，而且在加速膨胀。这种加速膨胀的原因，目前最主流的解释就是暗能量，一种弥漫在宇宙中、具有负压的神秘能量。暗能量的存在意味着宇宙正在被一种力量撕裂。这种力量并不是在某一天突然爆发的灾难，而是一种缓慢的、持续的、不可抗拒的膨胀。让我们来做一个思想实验，想象宇宙是一个巨大的气球表面，而星系就像气球上的斑点。当你吹气球时，气球表面在膨胀，所有的斑点都在相互远离。但如果你继续吹，斑点的远离速度会越来越快。这就是暗能量正在做的事情，它让宇宙的膨胀不断加速。现在，让我们把时间快进到1000亿年后，那时候的宇宙已经膨胀到了今天的10倍，甚至更多。但更关键的是，在这个膨胀的过程中，所有不属于本星系群的天体正在以超光速退行。是的，超光速，这不违反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因为宇宙空间的膨胀并不受光速限制。就像气球上的斑点，
即使它们本身没有运动，随着气球膨胀，它们之间的距离也可以超过光速。这意味着，在某个时刻，一个星系的退行速度将超过光速。一旦超过光速，它发出的光就永远无法到达我们这里，因为光速追不上空间的膨胀速度。1000亿年后，大多数星系将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它们不是被摧毁了，只是被推到了宇宙世界之外。在那里，它们依然存在，依然演化，只是我们永远无法再看到它们。你可能会问，那未来的天文学家呢？如果一个新的智慧文明在那个时代诞生，他们会看到什么？答案是，他们只会看到一个星系，他们永远不知道，在他们所在的星系之外，还有数以万亿计的其他星系。他们会以为整个宇宙就是他们那一颗孤独的星系，被无尽的虚空包围。更可怕的是，他们将无法验证大爆炸理论。我们今天能够证明，宇宙起源于一次大爆炸。一个关键证据就是宇宙微波背景辐射，这是大爆炸的余晖，至今仍然弥漫在宇宙的每一个角落。但在那个遥远的未来，当宇宙膨胀得足够大，背景辐射的波长将被拉伸到几乎无法探测。那个时代的智慧生命可能永远不会知道，宇宙曾经有过一个炽热的开端。他们可能会认为宇宙是永恒的、静止的、唯一的，这是多么可悲的一种误解。而我们诞生在这个宇宙最美好的时代，能够看到银河系之外的无数星系，能够探测到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每一丝细节，能够理解我们来自何方，将往何处去。这是宇宙给我们的礼物。在所有恒星都消失之前，让我们先看看那些最长寿的恒星——红矮星。太阳是一颗黄矮星，它的寿命大约是100亿年。在那之后，它将变成一颗红巨星，最终成为白矮星，缓缓冷却。但红矮星的故事要长得多。比邻星是距离我们最近的恒星，只有4.24光年。它是一颗红矮星，质量只有太阳的12%，表面温度只有大约2700摄氏度。在夜空中，它暗淡的几乎看不见，需要借助望远镜才能观测到。但天文学家发现，比邻星是天空中最令人着迷的恒星之一，因为它有3颗行星，其中一颗叫做比邻星 B， 大小与地球相似，而且恰好位于比邻星的宜居带内。这颗行星是否真的有海洋、大气，甚至生命，我们目前还无法确定。但比邻星的寿命将远远超过太阳。红矮星的核心是全对流的，整个恒星的氢燃料都可以参与核聚变，没有像太阳那样的核心和外层的分解。这意味着红矮星能够极其缓慢地、均匀地燃烧自己的燃料。太阳燃烧完核心的氢后，就不得不离开主序星阶段，但红矮星可以燃烧几十万亿年、4万亿年，这是比邻星预计的寿命，是太阳寿命的400倍，是宇宙现在年龄的300倍。当太阳早已变成白矮星，早已冷却成黑矮星，比邻星还在继续燃烧，像一盏宇宙中最顽强的灯火。但红矮星也有自己的极限，大约在10万亿年后，即使是最长寿的红矮星，也将燃尽最后的燃料，它们会慢慢变暗、变红，最终变成白矮星，然后
继续冷却。现在，让我们把目光转向整个宇宙。宇宙中恒星形成所需的气体，主要是氢和氦。在宇宙的早期，大量的气体云在引力作用下坍缩，形成第一代恒星。但这些原材料并不是取之不尽的。在大约100兆年后，1兆等于1万亿，宇宙中将再也没有足够的游离氢来形成新的恒星。让我们理解一下这个数字，100兆年后，距离现在是多么遥远的一段时间呢？如果从宇宙诞生到现在是100年，那么100兆年后就是1000亿年后。宇宙现在的年龄是138亿年，100兆年是138亿年的1万倍。在那之后，恒星形成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最后一颗新恒星可能是一颗质量极小的红矮星，它在宇宙最后的氢分子云中诞生，微弱地闪烁着，然后慢慢燃烧了数万亿年，最终熄灭。从那一刻起，宇宙进入了简并时代。这个名称来自量子力学中的一个概念。在极端低温下，物质会进入一种奇特的量子状态，电子或中子被紧紧压在一起，形成一种叫做简并压的排斥力。这种排斥力可以抵抗引力，防止物质进一步坍缩。在简并时代，宇宙中的主要天体将是褐矮星、白矮星、中子星和黑洞。褐矮星是失败的恒星，它们质量太小，无法启动核心的氢聚变，但质量又足够大，可以点燃燃聚变，发出微弱的光芒。白矮星是中等质量恒星，比如太阳的残骸。中子星是大质量恒星超新星爆发后的残余，而黑洞则是更大质量恒星的终极坟墓。没有新的恒星形成，没有新的星云，没有新的行星形成过程，宇宙在缓慢的冷却，慢慢的老去。曾经拥有1000亿颗恒星的银河系，现在只剩下大约100颗由褐矮星随机碰撞形成的微弱发光的红矮星。它们是最后的鬼火，在宇宙最黑暗的时代里孤独地燃烧着。时间继续流逝，1万万亿年，一子年，这是宇宙在恒星形成停止后又一个巨大的时间跨度。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宇宙发生了深刻的改变。让我们来清点一下那时候宇宙中的主要天体，它们被科学家们称为宇宙4大遗老。褐矮星是第一个，它们的质量在木星的10倍到80倍之间，介于行星和恒星之间。它们内部没有持续的核聚变，只能依靠温的残余燃烧，发出微弱的热量。但在这么漫长的时间里，它们也会慢慢冷却，变得越来越暗，越来越冷。白矮星是第二个，它们是太阳这样中等质量恒星的残骸。在简并时代，它们还是热的，表面温度可能还有几千摄氏度，但随着时间推移，它们会慢慢冷却，从白色变成黄色，变成红色，变成棕色，最后变成黑色。这个冷却过程极其漫长，大约在10万亿年后，最后一颗白矮星将变成一颗黑矮星，一颗完全冷却，不再发出任何光和热的死亡恒星。银河系将充满这样的黑矮星，它们曾经是恒星，如今只是宇宙的灰烬。中子星是第三个，它们是大质量恒星超新星爆发后留下的致密核心。
一颗中子星的直径只有大约20公里，但质量却是太阳的1.4倍，也就是大约30万颗地球的质量。它们密度极高，自转极快，会发出规律的电磁脉冲。但中子星也在慢慢失去能量，它们会逐渐减速，自转周期从毫秒级变慢到秒级，最终完全停止。同样，在足够长的时间后，中子星也会冷却下来，变成宇宙中冰冷的暗点。黑洞是第4个，也是最令人敬畏的。黑洞不发光，不发热，只是静静地潜伏在宇宙的角落里。它们的质量从几倍太阳质量，恒星级黑洞，到数十亿倍太阳质量，超大质量黑洞。黑洞是宇宙中最长寿的天体，在所有其他天体都冷却死亡之后，黑洞依然存在。但即使是最长寿的黑洞，也有自己的寿命。这个故事我们稍后再讲。现在让我们回到褐矮星，在这么漫长的时间里，偶尔会发生一些罕见的事件。2颗褐矮星在漫长的轨道演化中可能会随机相遇。如果它们靠得足够近，引力相互作用可能让它们合并在一起。合并后的天体质量可能达到太阳的8%，这足以点燃氢聚变，成为一颗真正的恒星。但这样的恒星极其稀少，在整个银河系中，可能只有大约100颗这样的恒星存在。想象一下，在那个遥远的未来，银河系曾经拥有1000亿颗恒星，现在只剩下100颗。它们孤独地燃烧着，像黑暗海洋中100盏摇曳的烛火。这是宇宙最后的微光。时间继续流逝，1古戈尔年，这是一个在正常语境中毫无意义的数字，但在宇宙的尺度上，它有了意义。在这个时间尺度上，宇宙中发生了一件缓慢而不可逆转的事情。星系瓦解了。星系能够维持存在，是因为引力的束缚，但引力不仅仅作用于星系内部的恒星，它还作用于每一颗恒星和行星之间的相互作用。在足够长的时间里，这些随机的引力相互作用，天文学家称之为散射效应，会像台球游戏一样，逐渐把一些天体踢出星系。想象一个星系中心有大量的恒星，它们在相互的引力作用下运动，每一次近距离相遇都可能改变其中一颗恒星的轨道，让它稍微偏离一点点。经过无数次这样的偏差，一颗恒星可能获得足够的能量，完全摆脱星系的引力束缚，飞向无尽的虚空。这个过程很慢，但它会持续下去。那些没有被踢出星系的幸运儿，则面临着另一个命运——轨道衰减。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告诉我们，加速运动的物体会辐射引力波，引力波就像空间中的涟漪向外传播，同时带走路轨的能量。这意味着环绕另一个天体运动的天体会因为辐射引力波而慢慢损失能量，轨道会逐渐收缩，越来越靠近中心天体。在足够长的时间后，这个天体将彻底坠入它的宿主。无论是行星坠入恒星，还是恒星坠入星系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这个过程对于星系中的大多数恒星来说是致命的。经过漫长岁月的引力散射和轨道衰减，星系中剩余的大部分天体将最终坠入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银河系的中心就有一个这样的黑洞，人马座 A， 质量大约是太阳的400万倍。
它是银河系所有恒星的终极坟墓。在这个时间尺度上，星系将一个接一个地瓦解，那些曾经闪耀着无数恒星的群岛将一个接一个的熄灭，只剩下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和极少数流浪在星系际空间的流浪天体。宇宙进入了黑洞时代。从那一刻起，宇宙中的主要天体就是黑洞、恒星级黑洞、中等质量黑洞、超大质量黑洞。它们是宇宙最后的统治者，在黑暗中缓慢地旋转，吞噬着偶尔飘过的流浪天体。但即使是黑洞，也不是永恒的。在黑洞时代统治宇宙的漫长岁月里，发生了一件违反直觉的事情：黑洞正在慢慢蒸发。这个惊人的发现来自一位我们熟知的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霍金发现，黑洞并不是完全黑的，在黑洞的世界附近，量子效应会产生一种奇特的辐射，这就是霍金辐射。为了理解霍金辐射，我们需要先理解量子力学中的一个奇怪现象：真空不空。在量子力学的世界里，真空中会不断产生虚粒子，对一个正能量粒子和一个负能量粒子，它们成对出现，又成对湮灭。整个过程极其短暂，短暂到我们无法直接观测。但在黑洞的世界附近，事情变得有趣起来。如果一对虚粒子正好在世界边缘产生，其中一个粒子可能刚好落入黑洞，而另一个粒子则刚好获得足够的能量逃脱。逃脱的粒子成为真实的粒子，携带正能量，而坠入黑洞的粒子携带负能量，等效于从黑洞中偷走了质量。这就是霍金辐射。黑洞会像漏水一样慢慢失去质量，这个过程极其缓慢。一颗太阳质量的黑洞每年损失的质量只有 0.000001毫克，一个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数字。但如果把它放在足够长的时间尺度上，它的效应就变得明显了。黑洞越大，蒸发得越慢；黑洞越小，蒸发得越快。对于一颗恒星级黑洞来说，它完全蒸发需要的时间大约是10的68次方年，一个我们几乎无法想象的数字。但对于一颗超大质量黑洞来说，这个时间可能长达10的92次方年。然而，当黑洞的质量变得足够小的时候，它的蒸发速度会急剧加速。当黑洞的质量减小到大约1000吨时，它将在大约1秒钟内完全蒸发，产生剧烈的能量爆发。这将是宇宙中最后一次壮观的烟火。最后一颗超大质量黑洞将在10的100次方年后完成它的蒸发。10的100次方年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如果把宇宙现在的年龄138亿年写下来，它只有11位数字。10的100次方是100，后面跟着100个零。这是一个在我们日常经验中毫无意义的数字，但它确实是宇宙中最后一次有意义的能量释放。在那之后，宇宙中将不再有任何黑洞。在那之后，宇宙将彻底陷入黑暗。当最后一颗黑洞蒸发完毕，宇宙将迎来它的最终状态——热寂。热寂是热力学第二定律的终极胜利。热力学第二定律告诉我们，宇宙中的熵无序度总是在增加。熵可以想象成能量的分散程度，任何有温度差的地方都有能量流动的可能。
但当温度完全均匀之后，就再也没有能量流动的可能了。在热寂的宇宙中，能量已经彻底稀释到宇宙的每一个角落，均匀的没有任何差异，没有温度差，没有压力差，没有任何可以做功的自由能。宇宙的温度将无限趋近于绝对零度，零下273.15摄氏度。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宇宙？它极度寒冷，极度黑暗，极度空旷。宇宙已经膨胀到了我们无法想象的程度，两个粒子之间的距离可能达到10的100次方光年。在这个宇宙中，没有恒星，没有行星，没有生命，没有光，没有热，没有运动。唯一可能存在的是极少数的氢子，比如电子和正电子，它们间隔极远，偶尔会相互湮灭，释放出一丝微弱的能量。但这种湮灭也极其罕见，在那个时候，宇宙的平均密度可能低到每10立方光年只有1个粒子的程度，什么都没有，这就是时间的尽头。但是有一个问题会让我们困惑，如果什么都没有发生，我们还能说时间在流逝吗？时间是我们用来描述事件顺序的量度。当没有任何事件发生的时候，时间本身就失去了意义。在热寂之后，未来将不再有意义，因为没有任何东西会改变，没有任何东西会到来。宇宙死亡了，不是砰的一声爆炸，而是一声无尽的沉默。在漫长的旅程之后，我们回到了现在。让我们再来回味一下这趟旅程的风景。15亿年后，地球的海洋开始沸腾；35亿年后，生命彻底灭绝；50亿年后，太阳膨胀成红巨星；100兆年后，恒星形成停止；1万亿年后，最后一颗恒星熄灭；10的100次方年后，最后一颗黑洞蒸发，然后是永恒的虚无。这看起来是一幅绝望的图景，但让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思考，宇宙从诞生到热寂，总共经历了大约10的100次方年，这是一段漫长的、几乎无法想象的时间。但在这漫漫长河中，生命，尤其是智慧生命存在的时间，只是其中极其微小的一个片段。我们是宇宙138亿年演化的产物，我们体内每一个碳原子，每一个氧原子，都来自恒星的熔炉。我们是星辰的孩子。更奇妙的是，在这极其短暂的存在时间里，我们居然能够理解宇宙的过去和未来。我们发现了引力波，探测到了宇宙微波背景辐射，计算出了宇宙的年龄和命运。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宇宙花了万亿年的时间走向虚无，但正是在它最短暂、最脆弱的这一刻，它通过人类的眼睛看清了自己的宿命。也许这就是存在的意义，不是永恒，不是无限，而是在有限的、注定消逝的时光中，能够感受到这个世界的美好，能够理解这个宇宙的奥秘，能够在黑暗中点燃一丝烛光，哪怕只是照亮自己脚下的路。所以，当你今晚闭上眼睛，感受着被子的温暖，呼吸的起伏，心跳的节奏，请记住，你正在经历的每一秒，都是宇宙历史上最珍贵的瞬间。而明天，当你醒来，看到第一缕阳光穿过窗帘，请记得，这束光已经在宇宙中穿行了8分钟。它从太阳核心的核聚变中诞生，
穿越了太空，最终落在你的皮肤上。在未来的某一天，太阳会熄灭，银河系会消失，宇宙会走向热寂。但在那一刻来临之前，我们还拥有无数个这样的早晨，无数束这样的阳光，无数次心跳和呼吸，这就够了。我们没有永恒，但我们可以选择珍惜此刻，这就足以证明，这趟从诞生到毁灭的旅程物有所值。晚安。